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两款啊，虽然说是两款，但是几乎是同模换色啊，虽然有一些小的零件上区别以及造型上的区别，就是变形金刚 Messlink 系列的 C07、C08、2C 的一个原模玩具色和动画配色。有一说一，Messlink 真的是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希望它继续出下去，一定要继续出下去。盒子包装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基本上是非常吉的一个风格。从正面上来看，除了标题编号以及名字上的一个区别呢，剩下最大区别就是在人物立绘上的一个区别，玩具造型和动画造型。我们先一个看吧。首先07。可以看到它这里写的 prototype 就是当时极翼玩具的一个试模造型。没错，极翼玩具时代呢，这款并没有正式推出产品，只停留在了一个发泡塑料的试模上。背面呢，就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混战以及它的一个简单介绍，赛博坦女战士变成一个超级跑车人物介绍。以及它的能力呢是可以通过它附带的一个透明片来进行看的。对象年龄15岁以上啊，再次强调不是玩具啊，是一个大人向的产品啊。侧面呢是它载具和人形的一个产品结构，另一边也是顶部呢就是它简单的一个变身过程啊。来看动画配色啊，感觉同样的味道啊。几乎除了名字和编号之外没什么大的区别，当然可以看到两个造型上呢还是区别蛮大的，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造型。附带的纸品方面呢，首先会有一张人物卡片，这个人物卡片上的造型是和封面一样的，这个我就不拿2C 动画配色的出来了，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材质呢依旧是薄薄的一个纸片啊，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之前提到的可以用来看包装和背后能力曲线的一个透明片，一张宣传单。日版的玩具就是这个非常吸引人啊，铁甲龙和大都市的猛大帅的一个决战图，以及这款玩具的一个介绍啊。这边也可以看到 2C 的人物卡啊，真的是不用拆另外一个纸片包装。背面呢，依旧是核战图和产品线的一个介绍啊。不知不觉这个产品已经出到第8款之后，通天效也是非常让我心动的一款。这边就介绍了2C 这个玩具当年的一个历史啊，以及当年的试模产品的造型呢，的确以当时的眼光看，可能不觉得，现在眼光来看呢，就有一点点奇特了。纸品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呢，还会有一个说明书啊，这个就非常简单。当然还会有贴纸，贴纸呢，我原模色的一个贴纸呢已经贴掉了。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呢，大家眼尖呢应该也已经看到我这个载具是有贴过贴纸的。两个载具在造型上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呢，在配色上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区别，哪怕同样是粉色呢，也会有深浅之分。当然呢，我现在右手边的动画色 2C 呢是没有贴过贴纸，可以和左边的一个原模配色看一下贴纸在车型形态下主要在什么地方。一个是两侧的一个车前灯以及车头部分的博派标志。车头部分的博派标志其实更多的是为人形造型服务，在车型造型上这边是已经有一个热感了，其实有两个标志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多余了。另外一个贴纸造型呢，就是在车驾驶舱内部会有一个仪表盘的贴纸，这个挺难贴的，我贴的还算可以吧，没怎么太歪啊，大家可以酌情考虑来进行粘贴。
然后载具方面呢，还会有一个区别，就是原模色的它的武器呢，除了可以搭载在它车后尾部分进行一个很凸的一个装载之外呢，还可以搭载在车底这个造型，让它完全收纳，并不会影响它的一个整车的外观，同时它推车也是非常顺滑啊，推车躺的浮力。虽然说这次不是橡胶胎，但是顺滑的推动感让我非常满意，也不会有橡胶轮胎开裂的那个问题。飞过山那轮胎开裂让我耿耿于怀。然而动画色的2C 这个武器呢，就不能收纳在它的一个车底盘了，只能在它的车身上进行一个收纳，这算是动画色比原模色少的一个晚点吧。当然两者的武器造型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这两把武器在 MP 的2C 上我记得是都有附带，但在这次的 Miss Link 上呢，你一款只能拥有一种武器的一个造型。整车的一个外观呢，还是非常漂亮的，除了在车头底部稍稍有一点人形零件的一个穿帮呢，整体上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啊。到底盘呢，也无非是两个小腿比较明显，这比 MP 整条大长腿在后底盘呢是要好很多。大家也都知道，极易玩具是以载具为优先的，所以说它载具有这样的完成度呢，真的是也是意料之中啊。好，我们话不多说，来进入一个变形的过程吧。首先呢，我们还是用这款来看吧。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挡风玻璃呢按压到底，因为是透明件，大家按的时候注意使力的一个不要太粗暴啊。然后呢，就要提起它的一个车尾箱啊。提起之后呢，可以看到这前面是会有一个轴的有一个凸点，以这凸点压到底，整个后备箱呢压到前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车门板呢用手指往外挑，两边都是挑出来。主要松脱的卡扣呢，就是这边的一个桩和腿部的一个凹啊，把两边的车门板打开。这时候翻转到它的背部呢，我们就可以把两条腿呢顺势转下来。当然武器也可以这时候拿下来啊，动画色就没有这个步骤了。腿部转下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它这时候大小腿的比例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吓人啊。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这个膝盖的圆形部件为施力点，把整条腿呢往下搓，可以有咔嗒一声的锁定感，这样呢让它大小腿关系就相对来说和谐了一点啊。同时呢，翻出它脚后跟的一个零件，让它在人行站立下呢更稳固一些。到这一步呢，可以以中间的这个轴承为基础啊，往上推，再往下压，这边的凸呢和主轴上的一个动呢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上面这个三角位往上挑啊，松开它的一个卡扣啊，打平之后呢，整个面板呢，车头面板就可以往下绕开头部。往下盖，然后这边的一个凸呢和内部的一个凹进行一个结合。好，简单有趣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这样完成了。这就是我们的 RC 阿姨啊，叫她阿姨，以年份来说叫她阿姨一点不为过。武器呢也可以让她握持在手上。整体造型就是这样，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脸的时候呢，我是拒绝的，但是没想到看了久了之后呢，也挺能接受的。而且大家都知道 RC 的这个头部造型呢，是有一点灵感来自于当年我的星战莱娅公主那个发型，所以说作为一个星战粉丝来说呢，这个造型也不是不能接受啊。甚至于对于现在某些政治正确的造型来说呢，它还算是好的。整个身材比例呢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有点 X 型腿啊。侧面可以看到一马平川啊，这个
有尾巴啊，背面也没有什么穿帮位。如果说偷胶的话呢，就是小臂内侧这个偷胶，我觉得是有点过分恶心了，就完全，都到这个价格了，你小臂给我挡个板嘛，就手指也缺2节，这个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我们也把动画色的2C 请出来，两者在配色上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同时呢。可以看到贴纸呢也会在人物造型上让他们有了一些区别，比如说腹部原本是有一些下凹的一个造型刻画的，但是贴纸贴上之后呢，就会覆盖掉这部分的一个模具细节，取而代之是贴纸的一个分色。然后肩膀部分2个凸的螺丝孔呢，在贴纸部分呢就会把它给堵掉啊，这是贴纸和贴和不贴的一个区别。在配色上呢，无疑动画色是我们更熟悉的一个造型，但是有一说一，这个面雕，我现在觉得相比动画色，这个原墨色的头雕显得更眉清目秀了。这个动画色这个蛇精脸啊，这个眼神，这个凌厉的鼻梁，总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啊。那如果说 NP 是像我们的茱莉亚老师的话，这个像谁啊？吓死小朋友了！难怪当年不推出。不过这个头雕现在看看就更顺眼了，更像美系那种刚毅的女性角色的一个造型，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畴。这个动画色的面雕真的是，哎，没话讲了。别看它3寸金莲小啊。配合脚后跟这个零件，两者站立还都是非常的稳健的。同时呢，这武器呢是可以收纳在它的一个不能说是收纳在腚后吧，但是也算是一个收纳位。你不握持的话，有一个地方收纳。看完造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首先头部上抬幅度非常大啊，这点令我非常的意外啊。但是低头呢就非常的小，几乎是没有。而且头部的造型呢，为了迁就于车型呢，它是会一个扁扁的后脑勺。然后呢，左摇右摆是没有的，因为它是一个转轴关节，并不是一个球关。然后手臂旋转呢，它可以轻松平抬到差不多120度的幅度，但是呢，因为背后造型的一个关系呢，它是没有办法360度旋转。手臂平抬呢，也差不多只有到45多一点的一个角度啊，零件就会被干涉到。上臂这个旋转呢是在手肘部分，这个旋转是没有什么问题，360度都可以。曲肘呢标准的一个90度，握持呢就是一个动手的握持了。腰部是完全没有可动的，这个大家变形过程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支装来的。然后腿部的一个可动呢，前踢啊，如果可以侧一些脚的话呢，是轻松超过90度，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继续往外踢的话，是可以几乎踢一圈都是 OK 的。厉害。然后侧踢呢，标准的一个90度，后踢呢，因为它一个零件啊，车座的一个关系呢，几乎是没有，大概5度10度的样子。大腿这边呢是会有平转的一个结构啊，如果你避让开的话呢，是可以接近到一个60、70度的一个幅度吧。屈膝关节啊，可以超过90度的一个幅度。脚踝部分呢，前后接地有这样一个幅度，侧切地呢也会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角度啊，但是结构非常紧，侧接地可以到这样一个角度，是非常厉害。所以说它在摆 pose 方面呢，下盘可动还是 OK 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脚上呢，我有贴了贴纸，但是这个贴纸位呢有一点点窄，贴纸本身呢有一点宽，可能会有一点翘边的情况，所以说大家是否要贴自己斟酌一下。在这样的可动下呢，它做出一个单膝跪地的姿势呢，也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它腰腹部的可动呢，会限制它的一个造型灵动性，但是也不是说不可以看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最后总结一下，这款 Misslink 2C 呢，我是可以给到一个5分满分的一个评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款失落的模具，真正意义上的失落节点。在极一是没有这个玩具的，现在有机会让我们玩到这样一个角色的极一风格玩具，首先这一点就已经赢了，而且
最后它呈现的效果呢，还算是能够接受的，变形非常有趣，整体材质上它有不少的合金材质，比如说它整个小脚都是合金材质，拿在手里呢也是非常的有质感。虽然说造型依旧是非常的古早的那种味道，但是买 Miss Link 的人不就是好这一口吗？对吧？没什么可以抱怨的啊。如果唯一要吐槽的点就是它居高不下的一个售价，这样一款玩具，它基本上是可以超过现在现行时代下的 L 级玩具的一个价格，体积上呢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但是用料还是有合金材质的。怎么说呢？功过相抵吧。所以说我给它的一个5分的一个评价。让我们这种老登可以怀念过去的时光，享受现在当下的一个技术力啊，真的是非常不错。还是那句话，这个系列一定要给我出下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